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时事评论黄玉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主持人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上礼拜五，对，那上礼拜五呢，最后中委会核定了，那进入第一阶，24+1是24个蓝委要进入到第三阶，那当然包括现在停职当中的前新竹市长，然后高虹安，那也面临到了这一块 ，OK， 好，那时间就落在7月26，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你看有非常多一些的活动，包括蓝、绿、白，包括霸团，各自都在这，因为算一算，到7月26以前，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不多时间了，好吗？大家都在争取这样一些时间。当然，对于所有的蓝委来讲的话，24届的蓝委，这牵涉到在未来跟整个国会的结构是会改动。那当然，朱立伦每次都会被问到哪一区最危险，你们要什么什么。如果你是主席被问到这，大概也会觉得不要再问了，好不好？每一区都重要，让你听看朱立伦怎么回答。来。所以这些媒体也不用再问我们说哪一区危险，哪一区不危险，不出来投票都很危险啦。只要出来投票，我们通通都过关啦。出来投票都投不同意罢免，我跟大家讲，每一席都过关。不出来投票啊，每天都说我不同意罢免，我们每一席都很危险。好，来冠廷是看到了，那朱立伦主席直接讲，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其实非常热闹，对，大家都有一些活动。好，可是毕竟是蓝委被罢嘛，24席，这24席里面，当然现在还有一些的补件，可是朱立伦直接讲，如果不出来投票，那他们每个都危险，出来投票全部过关哦。对，因为其实时间瞬间，怎么马上要投票了？对，在1个月又3天，就726了，就是感觉怎么鸣枪起跑，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国民党现在战略清晰了，国民党现在就是要催不同意罢免票的投票率，就各式民调，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嘛，就是说，国民党其实也没有这么弱，可是他们的支持者不愿意出来投票，没有那个热情，对，没有那个热情啊，有很多原因啊。我举例，比方花莲，这个议长张俊。他可能比较蓝军的，他就讨厌傅昆萁嘛，他不赞成大罢免，可是他就认为要罢傅昆萁。比方说，松信本来费鸿泰的支持者，可能有一些人也觉得说，哎呀，我要去出来为了徐小新吗？会有问号。所以国民党战略是清晰的。可是两军对峙嘛，罢蓝委、罢绿委，大概现在也可以做一个程度的结算。罢蓝委的数字也已经出来了，就是说2阶段联署的审查结果，现在总共25案嘛，24个立委加一个市长高虹安。那这24个立委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合格率很高啦。合格率最后平均出来是86.4%，那其中有6件蓝委是死亡人数是0，那其中不符合规定，大概也归纳出了，就是1阶段的时候，当时联署的人，2阶段也鼓励他去联署，所以有非常多的是1阶段联署了，2阶段联署也被剔除。比方说徐小新就2000多件，王宏威3000多件，叶元之2000多件，等等等等。那现在这个1阶联署、重复联署的也变成政治的话题。王宏威跳出来讲啊，他在质询的时候讲说，1阶联署跟2阶联署，我王宏威居然1阶联署、2阶联署重复率达80%，也就是1阶有联署人居然有80%的人也去联2阶。这个叫做组织犯罪哦，我说这个很重可是后来就被翻出来嘛。国民党在催当时要罢免民进党立委的时候，这个是我议会的好同事啊，我同选区江宜珍，你们当时在讲说2阶罢免 Q&A， 1阶过2阶要再签吗？你们也说要啊，你们宣传要罢免民进党立委，也说1阶签的，2阶也要签。所以这个就不是嘛，这就是当时为了求稳，因为1阶审查结果只要没人知道，那送的时候2阶你再度去联署，一方面是拼这个数字啦，2方面其实是也希望让这些人知道说我们进度现在到2阶了。那另外一方面，反观就是那罢免民进党的立委呢，现在感觉本来想说没有任何一件会送件了，没想到李坤城这一件居然冲在最后一刻压秒。宋建良这个人我够囧我跟大家讲一下，宋建良就是前阵子被调查的时候，纳粹的那一位嘛对，小纳对，那结果他为什么我说他出新招呢？他赶在压线前一刻去送件了，但他送了不是到那个新北市选委会，他送去中选会，中选会也 OK 好，就帮你转件但有趣的地方来了，李坤城现在要被罢的立委，他直接把这个宋建良在网络上面自己贴的社群。把它变成是，也许真的会伪造文书的证据是他自己贴的。这是宋建良的社群贴什么？
他贴一个照片，然后给大家说他们正在联署中。那这个照片哦，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怪事了哈。首先第一个，这个照片大家有没有发现，上面这张跟下面这张全部都穿长袖外套。而且每一个都穿外套哦，这看起来不像最近嘛，对，最近热得要死啊，所以非常热嘛，所以这看起来是之前。第二个，你有没有看这里这几个在联署的人旁边都是一叠相关的文件？老实说啦，李坤城委员怀疑这就是在抄，在抄名册啦。那到时候反正他就把它整理吧，就给地检署嘛，就去来相关的提供检察官来参考。但是为什么我讲说这个宋建良很强？你说宋建良哦。现在跳出来，在今年的时候，他居然还教训李孝亮你知道当时李孝亮不是件数不够吗？对，要罢免吴沛忆嘛，包括吴思瑶这个双吴，他就想说，李孝亮同志辛苦了，如果我差3000份的话呢，你明明就可以把自己的联署师印个3000份，争取50天的补件。中正万华的前辈怎么都没交，罢免吴沛忆，天哪，什么鬼？我说这真的很强不，这个有没有伪造文书我不知道，大律师可能没有印自己的，比方说宋建良。联署罢免李坤城，然后结果你把自己的影印50份送件，然后争取50天，不，这真的对吗？然后下面还说这个还缺4000份左右，一定会达标，没达标我自己多签几份，达到足够份数，争取50天补件，没达标我自己多签几份。这个也被李坤城他们截下来，那就送给检察官这个就是现在国民党要罢免民进党立委的最后希望宋建良就纳粹那一位，然后现在讲说那自己多签几分就送件，很强啦。那我是觉得不会过的几率高，那可能还要吃官司。OK， 金姐直接请教一下，第一个，刚才听到朱元主席那样讲，因为国民党从上个礼拜六嘛，礼拜六说在龙兴花园号称有万人到场啦，这样的一个活动。好，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现在主力一定是希望一席都不要罢掉。对。那在策略上面，刚才冠廷长说，反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吹出那个热情。您自己在地方跑的时候，你感受到那个民众对于像这样的罢免，国民党想要吹出支持者的热情的感受到底怎么样？第二个，国民党现在一系列看起来除了就是要反恶霸以外，同时也针对那个包括刚讲到那个联署书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那重复联署啊？说国民党是要提告这一部分，我的意思说要分兵去打这些嘛。那个李坤城那一席，你会怎么看李坤城那一席？现在第一个，我们选举的时候，大家都有一句口号，叫做“温屌的就是温细”所以说不危险，那个人最后都很危险。所以选举最怕人家说他稳了，他不危险。那罢免，我想道理也一样，就说哪一席危险，哪一席不危险。那个不危险，说他不危险，那个人老神在在，那个人搞不好最后会被罢免，因为我们的支持者都有一种同情心或救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觉得我的支持者如果很稳当，那没关系，不差我这一票；如果他很危险，就差我这一票，那我一定要去帮助他。所以我觉得选举也好，大罢免也好，喊不危险，恐怕都反而很危险。所以朱主席这样讲是对的。另外，现在既然我们有24席要同时在7月26号投票，那当然他的策略、他的口号、他的这个召唤大家出来投票是一致性的。这一点呢，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柯建铭，他真的是新的铁板神算未卜先知。他之前说7月26号，结果真的就是7月26号，中选会6月20号公布7月26号要投票，扣掉投票当天，只剩下5个礼拜。他们从6月20号到7月25号只有5个礼拜，35天，这个时间比法定的时间缩短非常非常的多。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民进党早有准备。像礼拜天，我跟几位里长在谈，很多里长就在苦笑说，我们4个里长要带里民联合出国，一共100多个人要出国，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是7月26号投票。
甚至私底下有一些国民党的立委跟我说，他们推算大概是8月3号礼拜天投票。为什么呢？因为从7月26号、7月27号、8月2号都有非常多的国考，包括律师的考试啊、代书的考试、会计师的考试，非常多。他们认为这些重要的国考应该不会跟这个大罢免的同时举行。没想到民进党的这个政府民进党主政下的中选会竟然不顾所有的国考考生的权益，就定在6月26号，跟我们这个铁板神算的这个柯建铭是完全如出一辙。就柯建铭说那是数学问题，数学问题谁都会算呢，不是礼拜六就是礼拜天呢？那为什么是这个35天的这个726？跟你这个铁板神算、铁口直断是一样，这表示说，民进党从党中央到中选会到这个党团，其实大家是早有默契，只有国民党蒙在鼓里，所以里长还安排了出国，这出国的不可能取消嘛。因此呢，我觉得说这段时间只剩下5个礼拜。35天真的非常非常的短，非常的紧急。那每一个人呢，都要召唤我们的选民出来。蓝营的这个感觉呢，就是您在地方上碰到选民，除了要出国的那些人，那已经排出国，可是其他您在跑，因为最近您一定跑得很勤，跑得很勤的那些人。您选区是巧芯，还有是王宏威，王宏威也是。对，那您在里面碰到他们对于包括巧芯跟宏威之间那个支持度的热情，或是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要出来投票？因为大家还在岳人之每次在节目里面讲说，蓝营的支持者到现在也许还不知道，他们如果要支持的话是要出来投票什么？真的这样吗？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不熟悉这个游戏规则，但是慢慢的有在加温了。OK， 好，但是我觉得说他们就算知道要出来投票，真的7月26号。很多人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安排了一些行程，不像民进党可能早就知道7月26号，大家都等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就是要召唤投票率，如果投票率不到50%，我觉得都很危险。那秦姐，我们这一段来726，好，对，这个要直接讲，然后就直接讲，然后朱立伦直接用民主支持然后秦姐刚才意思啦，秦姐讲的还比较含蓄，国民党有的委员就直接讲说，你看这就表示一开始就是从赖清德、卓荣泰，然后跟柯建铭早就算好的一个局，所以726他们早就知道，有很多国民党委员这样讲。那我们一直在讲这是数学问题啊，你去网络上搜寻大家猜可能是726或8月2号，大概在5月就开始有在猜。为什么会猜？因为这是数学问题。我简单讲，依选罢法的87条，投票日要在公告后20天到60天。20到60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是60是35呢？你现在从公告到后来投票只有35天呢，距离60天差很远很远。所以就是你们希望拖更久吧？当然，给更多时间让大家去努力啊。因为所有的这个前面的那个40天有接过的每一个时间不一样，有6月多的，然后有6月早一点的，有6月晚一点的。所以大概取一个大概值啦。所以一般来讲，大概猜三个时间啦。有人认为早一点是7月这个快的话7月19，那慢一点的话8月2号，那中间的话是726。那快一点我不讨论了我现在就是726跟8月2号这两个，如果硬要选一个啦。中选会的讲法是这样，这2天都有国考，那这2天国考的影响的范畴，只能去取一个比较轻的。那怎么取？可不可以就是找一个都没有国考的时间呢？稍等我一下，就是说，因为8月2号这一天他是司法官，那全台湾只有3个考场，台北、台中跟高雄。那如果说我去那边考完试之后，我很难返乡了。那726的这一堆考试，什么营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师、心理师这一堆考试，它大部分的考场。没有，只有3个，你可以就近啦，对，在地方啦，所以这个是真的就是这个考量。那另外一个是，其实大家如果以个人的，这不是中选会的态度，我个人那早点把它投一投。你们不是国民党一直说不要那么乱下去，那投一投有结果，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着，也不是坏事嘛。以个人的，这不是中选会的态度，我个人那早点把它投一投。你们不是国民党一直说不要那么乱下去，那投一投有结果，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着，也不是坏事嘛。来，金姐，因为你们早有准备啊，我们没有准备啊。就像我讲的，那蓝军的里长4个带了里面100多人出国，都
对呀，100多个4个里长加邻长要100多个7月26要投票，要出国，那你们要投票，你们早点讲嘛。我们真的早有准备，我们早有准备是我自己就准备726或8月2号都先不要排行程，现在这726那就面对嘛，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国民党就很喜欢在这种其实对他们一点都没有帮助的上面，然后很重，就认为说中选会，所以你们都套好了，没有吧？就5月大家就在猜，不是726就8月2号了嘛？对啊，是这样讲。我觉得很像以色列跟伊朗跟美国，伊朗说你说好要给我们2个礼拜考虑的，结果你现在2天就打了，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好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他们就是不讲武德，对，我们就是这个中计了。OK， 可是刚才讲到说那个过程当中，除了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怎么吹出热情？一中，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也跟霸团有一些联络中间的过程，你也大概熟一些这个霸团吹出来的热情，为什么霸团能够展现出这样的热情？晴姐刚刚也讲啊，国民党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除了要出国的那些你没办法拉回来，可是留在国内的那些，那你可以感受得出来，因为很多民调都看得出来，好像国民党的支持者这部分热情就没有这么强啊？为什么？那确实啊，我讲一个小故事，你就知道，就你知道双方的那个立场。对，为什么？最近有一个，因为刚刚726已经确定了嘛，那726确定以后，你知道网络上就很多那个年轻人就掀起了一个机票盖楼潮。什么叫机票？就是他本来因为7、8月是暑假嘛，很多朋友都安排要出国嘛。那时候大家可能没有猜到是7月，可能有人想说是8月，所以很多朋友想说那8月有空出来，但7月我就先出国。就发现这726，因为我们刚刚讲大家都说比较早，对726嘛，所以变成很多朋友怎么办？那机票都买啦，那要出国了嘛，然后呢，就把机票就换了啊，有的就是退机票，然后重新订别的时间啊。那小哥你要知道，因为这牵涉到那个价钱呢。对，你要早现在6月底，那你7月底，其实你如果买过机票，知道，像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是大概半年前就已经买好了，半年前机票比较便宜。你1个月前把机票退掉，然后要重新买机票，那个非常的贵。那年轻人收入也不是说多顶好，你知道，难得他就是一个暑假可以出国。他就是退了嘛，他这里面有一个更感人的故事 ，Oasis 就是绿洲合唱团，你知道他睽违了15年复出一个演唱会，是办在7月25号在英国的伦敦。你说这跟我们台湾什么关系？有一个台湾人啊，他就是从小就很喜欢 Oasis， 然后他好不容易等了15年，等到这个机会，他人在日本，他就说他已经买了 Oasis 的那个演唱会的票，而且他也买好了那个机票，结果看到726台湾要投票，怎么办？这就是一个抉择啦。然后呢？到底你要 Oasis 还是要大罢免？他选择把他伦敦的机票退掉 ，Oasis 的那个门票就不管，我不知道怎么卖掉，反正总之他就是不去了。然后决定那一天要买机票回来台湾投那一票。所以这个东西是这个虽然是一个女生叫 Wendy， 然后她的选区，她投的选区是在赖士堡那一区。你说赖士堡其实很稳，对不对？但你看，连这个 Wendy 小小的一票，她宁可放弃他英国伦敦的演唱会，他要回来投票。所以你知道这个驱动力是很大，然后在那个吹的年轻人用吹的，那感染力之强大，然后去对应什么呢？对应国民党。国民党虽然我知道国民党现在要吹他们的反动员，可是这边我要吐几个槽，就是说你要反罢免不是不可以，可是有一些话不要在那个公然的场合讲出来，会成为本来是一个美意。我讲的就是礼拜6龙兴花园那一次，那个赵少康揪的嘛，主揪，然后甚至连卢秀燕这些大咖都来了，可是有一些那些委员上去的时候，他可能是不是坏事，可是最后变成网络上去cos他。这个是罗明才，大家知道他唱《无敌铁金刚》嘛？就是因为有一个八团的领先人，就他那一区就说，他那边很多新店有一些地方的一些大头啊，被扯去吃饭嘛，吃饭了以后，意思说叫他不要补送件，因为罗明才在补送件，但是那个领先人说他没办法，他这件事情必须做。好呢，罗明才就唱了《无敌铁金刚》，那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好，那他就自娱于人，在那个针对同性恋的场子，他就问大家说。因为正义的一方嘛，我们是正义的一方。他问大家有没有坏人，坏人举手。下面当然没有人举手啊。可是我这张图被截下来以后，坏人在举手。如果你知道罗明才家族的，算蛮老实的家族的背景啊，他就举了这一次。就你看这种东西都被大家拿出来，就是嘲讽啊。那除了这个罗明才这件事，当然这是趣味梗，可是这只是一个小花絮啦。可是金姐就是这种小花絮。每一个出来以后，一个一个累积，就会让霸团这边的那个凝聚力变得很强大，然后会更愿意投票。相反的，反罢免这边，你们不是希望大家出来投票？可是这种东西在经过这种就网络上大家在那边嘲讽以后，你觉得你们这边没有办法驱出来的投票率？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
国民党年轻人的偶像就李孝亮，李孝亮那天有上台啊，他现在是年轻人偶像，是国民党一些年轻人有，好，那天上台啊，对，然后他就说他不同意罢免，对不对？他就词穷，等一下我们会揉大，你就知道，他就词穷，就讲没2句就那个画面，跟那大概10-20秒的画面，就变成也是一个跟你们在公啥，最后就不同意罢免，不同意罢免，就你知道他也没那个论述，你也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今天。底下的这些国民党支持者，他应该是没背好，他应该还有第3个。我们不同意民进党对于年轻人的。我的意思说，你要跟底下的这些朋友们说，我们那天为什么726，大家我们不要出国，那天我们不要去郊游，我们要出来投票。你要刺激大家嘛。你们在攻啥，最后就不同意。然后我让大家下面那个直播看到，大家下面也有点尴尬。然后这里还不是最尴尬，还有一个更尴尬，也是另外一个青年偶像。刚刚那个是罢免吴沛忆的，这个是罢免吴思瑶的，这一位。赖以任现在被起诉当中，他上台以后，主持人说，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打个招呼，10秒钟下去，而且他手上拿了麦克风，我知道你的手上拿麦克风，有。我跟你讲，我主持过了，这就是上面告诉你不要给他讲话。那我有个疑问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合照说有小平哥，但小平哥有被介绍吗？还是爆破是不准备介绍的？所以我来解释一下。我不知道谁请了李孝亮跟赖以任。先有些报告一下，李孝亮是本来 round down 的海报，赖以任 round down 是没有，就是原本的海报是没有他。神秘嘉宾啊！我再讲一下，我不知道是谁请了赖以任跟李孝亮。那主持人其实是2个市议员呐，一个就是李明贤，一个就是刘彩薇了哈。那李孝亮哈，如果我是主办单位，我不会请他来演讲。因为我听过好几场我们的这个活动，李孝亮的口才是不太行的，年轻人口才不好，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他可以历练嘛。我们也是从这个年轻的历练上来的，但是你给他一个单独的时间，要去在几千人的大场合讲哈，我觉得对他一开始是有点生嫩的哈，所以他表现不好也不要笑他，因为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口才很好的嘛哈。那赖以任呢，大家。就好像觉得说好像是故意不给他上台，我觉得这个可能的那个李明贤跟那个刘彩薇也没有这个想法。只是像这样的一个场合，他常常不够精确啦，不够精确，结果就变得好像闹出很多小花絮，反而这个大家没有去注意到他这个大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目的，而去传播这个小花絮。那当然国民党要注意啊，年轻人就喜欢揪着这个小花絮，这个小花絮呢，大家可以讲很久，嘴很多次，然后呢，这个其他那个你在讲的这个慷慨激昂，比方说卢秀燕讲什么，恐怕没人会去注意，所以以后办活动这些恐怕都要去小心。我补一个，因为刚才小花絮嘛，我有一个大花絮，那个罢免绿营的确定全军覆没，就在刚刚我们录影当下，李坤城的领衔人刚刚说抢救失败，真笑哎！我他不是要印50分，刚刚宋建那个宋建良啊，然后那个把记者全部找去嘛，然后就空手现身。然后跟记者讲，我们份数没问题，但造册出问题，抢救无效。那收了才完蛋呢。等一下，刚才冠廷讲那一段，我们就直接先插这一段好了。如果要是他那期真的送了，真的成了，我不知道，晴姐，你觉得他那期如果真的送了，真的成了，对国民党真的是好吗？很麻烦啊。对啊。那我们要怎么去喊统一的口号呢？是吗？这边要反罢免，那边要罢免哈。所以有一些人说，罢双5如果不成就算了，否则的话，你看台北市这5席要反罢免，那2席要罢免哈，大家再去推文宣反而很麻烦。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哈抱着一个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一起反罢免，反而有利于宣传。而且这一席，说实话，如果真的过的话，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刚才冠廷有讲，宋建良在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不是被约谈的时候出来引起争议的，其实是包括他的穿着，还有那个纳粹的那些。如果这一席万一真的过了，那你告诉我，民进党太好打这一席了。民进党就直接讲说，那你们是要挺纳粹吗？对，挺什么吗？不是，这一席过了是很麻烦，那个口号也不知道该怎么弄。这个就像他刚刚讲的小花絮变大花絮。对。不过看得出来国民党可能有给宋建良压力，因为媒体去问说为什么后来不送，那他的讲法是说有些东西说出来不太好。宋建良，如果你知道他的过去的行为模式，他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我不认为国民党不受管节制。我不是我觉得国民党不敢给他压力，因为我一旦给他的话。
他连纳粹服都敢穿的，他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本身就是一个核弹，所以他唯一的做法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如果送进去的话会很麻烦，他自己到时候去审件的时候一堆微博可能就不是很好，所以他对他最好的方法就是，那我最后补充一下，我刚刚还没拉回龙兴外，龙兴外除了国民党这些自爆者以外啊，民众党他们也有纠引。好，那比方我们就讲一个过去的朋友张启凯上台，好，他代表民众党上台，对不对？他上面讲了一句话，他说要把柯文哲国民党干部救出来。你在国民党的场子说要救国民党的那些，好，比如黄旅他们，我觉得没有意见。你跑去扯说我把柯文哲救出，hello， 柯文哲的案子是当初也是国民党的委员们、议员们去检举的，包括金华城的案子，包括这些。那这里面涉及到的是贪污弊案，然后这个由司法来侦办。那今天国民党那些场子，他们可能我相信国民党大多数的朋友是觉得说，伪造文书不应该办到那么严厉，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想法。但你现在好，那按照比例原则，有人因为5年以下，有人认为这个是重有人心，但柯文哲案子绝对是7年以上的重罪。你把柯文哲跟国民党绑在一起，我不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有加分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馆长这边的超级大咖馆长，那回来他当然就是讲嘛，从中国回来大家很开心。可是同一时间，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好，那如果说民众党朋友们觉得说，那去跟中国 close 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同一时间，民众党的中央委员是有党职的哦？他还是我记得他票选还是第1名哦，叫张凯军，人去参加了海峡论坛。对，结果民众党中央说要送去那个考纪会去惩处，民众党很生气。这是双标吗？如果大家肯定说跟中共交流，你们是愿意的，那馆长去交流，好，那到底下拍拍手。那为什么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张凯军去海峡论坛去交流，然后就要被惩处？那这个时候放在国民党的场子，那我们就反问嘛，那你国民党这些支持者，你们觉得馆长去是好棒棒，那民众党的张凯军去不也应该要给一个赞吗？那你国民党这些支持者，你们觉得馆长去是好棒棒，那民众党的张凯军去不也应该要给一个赞吗？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被惩处？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原本大家就是要驱动这个反罢免的投票率，就搞到最后这些花絮哩哩扣扣以后，你那个投票率大家都讲欢喜，国民党啦，我被交友，我不叫您生谁啊？结果那个投票率不是又压下来。来，将军，我觉得你的逻辑有点问题啊！惩处张凯军怎么轮得到国民党来惩处？不，我现在讲的是馆长，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讲说民众党对馆长是无党籍嘛，国民党要集合所有反罢免的力量，包括白的，包括无党籍的。那张凯军的事跟馆长的事，你把它放在同样一个标准讲，那跟国民党什么关系呢？问题是因为他一个场合上，因为有馆长有张启凯啊，所以我就说我哪也开了，我也刚刚就 confuse 讲，那现在到底我们是要跟只有你会 confuse 啦，还是不会 confuse 啦？这跟国民党什么关系呢？我们来者是客，对 OK。张凯军跟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张凯军跟国民党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他曾经是国民党员，对，曾经是国民党员，因为他是陆军少校。然后他也是军系的，他不是军校毕业的，他是在中正理工学院教书，一个陆军少校的一个算是助教或者教授了。所以说他曾经是国民党，他离开了，他因为某些事情离开了军中，然后就变无党籍，然后加入民众党，所以他算是我的学弟吧。对。那我另外讲从宋建良到赖以任到李孝亮到朱立伦到黄国昌这几个人简直让整个罢免的这个活动火灭不了。我先讲宋建良，他今天多宝贝，你知道吗？他本来是把那个件数送到中选会之后，这我不能收，这要送到新北，所以他要通知新北来收。宋建良赶快把它收回来，没有，不要收了。这是你怕，还是人家怕你？我觉得国民党是没有办法去主导他。这个人是自走炮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起了争议，那个纳粹的争议之后？他怎么讲国民党？国民党里面一票前共仔啊！你们不办他办我，谁敢开除我？他不能讲，所以我觉得宋建良不送了，他的决定权在自己。就是他知道，万一收进去了，天哪，多少人在里面等他，所以他决定不送，是这样的那第二个我讲赖以任我为什么说赖以任上台，他拿了麦克风，所以预话是要讲话的因为我们当过主持人嘛，你要从侧面上来，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上台的。你要经过同意，然后麦克风给了他上来，那主持人一定有收到指令因为我做过主持人，我直接讲，我曾经在某一个立法委员的场合，我是主持人，后来谁来你知道？吴思怀来了
吴思怀来了，就是在2020年吧，2020年的时候，立委，你知道那个主办的那个立法院候选人跟我讲说，于北辰他如果讲到话，我就跟你翻脸。真的，我不骗你。那你怎么办？我就把主持棒先交给另外一个女生的主持人，我就下去了，报指挥官，那个很抱歉，上面的时间太紧，你不能上台，我连台都不让他上，我连台都不让他上。你最起码像赖以任一样上去挥手吧？对，我讲你上了台拿了麦克风不给他讲，反而难堪反而难堪。文章对，所以我就不让他上。后来他跟他同行有另外一个军人，所以我让那个人上，我没有让吴思怀上。那他没有讲为什么他可以上？台都不让他上，台都不让他上啊？那个主办人就是那个立法委员跟我讲的。那立法委员后来当选了，而且桃园嘛，我们那对不对？那就不用讲是谁了嘛。我想台都不让他上，为什么你知道？那时候猜了，对，这不用猜了嘛，都很明白，女生嘛，对，很明白，对，台都不让他上。那后来他当选了，那所以我讲赖以任上了台以后拿了麦克风，李明贤跟刘彩薇说我们时间关系，那就大家给他拍拍手就好。对，那就是有告诉你别给他讲话。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你所有这些过程，我刚刚就讲说，其实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除了24席，看起来现在最主要的在5个礼拜以内要催出。刚才秦姐讲说，那怎么样能够把催出反霸票？但是或者刚讲对国民党来讲，同时开着另外一个战场。就是虽然不能霸别人，可是可以从霸团里头去找那个联署书，对，那个份数。国民党现在也在盖楼啊，就把每个人讲，那个你那里有多少是无效的，你那有多少无效的，他们讲也就是说，在同时反霸，本来大家都觉得那就毕其功于一把，就直接只打这一块吧，没有。同时要在那个地方，刚讲说，包括王国维去咨询法务部长，然后这些对公民来讲，你觉得为什么要开这个战场？当然，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大家之前都讲嘛，就是你们国民党既然弄一大堆死亡联署，那现在因为事实上他们这一次出来，你看。这是他们之前的，其实合格率是非常高，比如说都八成到9成左右。那你事实上那个霸团交出来的合格率到8成到9成左右，那他们现在就说大概有13万，全台湾是不是有13万份是属于无效的？他现在就去错置那个观念，就所谓的无效。跟伪造把它换在一起，那因为一般人搞不清楚，因为他就想说，那这个13万张的这个属于是无效票，所以要把它剔除掉。那当然，他只要一讲到剔除，大家会马上是不是造假？所以现在就开始盖楼啊，他们就变成大罢免、大造假，而且这个所谓的喊出大罢免、大造假之后，又可以跟司法，你看。办蓝不办绿，全部就变成一套了，它就变成有一套说法。但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为什么会有那一些所谓的13万份被剔除的无效？主要原因就是说，你可能是第一阶段已经签过的，你第二阶段的，因为你怕说，因为第一阶段那个霸团他们有时候会签到130%嘛，100，比如说就是你份数上是130%，可是你可能只会送100%，那你剩下的30%那个部分是没有送的。但是有的人是说你可能送了，但是你在那个时间点，你可能担心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被送出去，所以我第二次我又出来联署，就一句话，就是你只要让我签，我每次我都签，因为我要。预防我可能没有被送到，或者是我可能在第一次签的时候有一些状况，所以呢，我第二次又签，这只能凸显一件事情：有13万的人，他是非常坚定要扒掉你，所以他2次都填，他就每次都填，那他就以防说他在第一次的时候可能会没有被送件，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状况，所以这所谓的无效票是因为这样无效，或者是说他的一个地址啊，跟你名字什么查出来的那个可能我填到的是通讯地，不是本身的一个户籍地，所以是这样的情况被剔除掉，不是伪造。一句话啦，简单讲啦，这13万人都是活人啊，就是人家是活的，自己来填的，不是无效的，不是所谓的死亡联署，没有这样子一个伪造的空间。但是我跟你讲。这招有效，你看洪孟凯他就喊出一个所谓大罢免什么那个大造假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下面的你看全部在响应他支持孟凯委员，反对民进党这样的闹剧，支持好很多人看起来很多人对不对？很多人。可是很有趣的，好，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叉德是不是？然后反正下面的你一个一个点下去之后，你会发现旁边出来这些，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7个、第8个，他们下面的你把他们的交友全部打开来，这10个交友的竟然是重复率大概有9成以上。比如说
就是我们这现场的6个人，结果你点了那个冠廷之后，你会发现他的朋友就是姚慧珍，就是洪一中，然后就是议员，就是那个将军，然后就是任俊哥，然后你点姚慧珍的，我的朋友就其他这几个，就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这10个人，然后全部在弄同样的。这太荒谬了吧！就想说你怎么会这样？所以一看就是网军。比如说你说第一个，他的第一个朋友是张叉文，第2个是钱叉瑞，第3个是 J 叉 S 啊，你会发现，你看哦，有没有第2个人他的第2个朋友就是钱叉瑞，他的第3个朋友是 J 叉 S， 所以就换句话说，就是这5、6个人。不断的在这叫有认真的网军，这叫有认真吗？因为什么叫有认真？我们一般在看网军是这样，一点进去，来我的留言，假如说我们一看进去，说好友2个、5个不认真网军，直接封锁，对不对啊？这种叫有认真网军，还有4个，因为你进去有30个好友，100个好友但都同一群人，同一群人叫认真网军。而且，但是那他应该要弄30到50，不然这个只有10个的，马上就被人家发现，被人家识破。所以换句话说，就代表什么？就是有请网军嘛，有请网军在网络上去盖楼，去把意图要把这个讯息给这个风向给带起来。那风向带起来就是什么？就是质疑。第一个，那你民进党联署出来的，你也有个13万个被剔除掉啊，你也有无效的啊。但是这边要强调，因为就是太多人不知道无效不等同于伪造，所以他就可以去带另外一个风向。什么风向呢？你看他们明明也有被剔除掉了，可是中选会或选委会却没有查，所以他就会把这2个连接在一起，就是去洗出民进党只查蓝不查绿。OK，任俊，我们把刚才捏来爬树。第一个，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只有5个礼拜的时间，5个礼拜的时间，如果刚才慧珍所讲的要发酵那个只办蓝不办绿，你看。他们有一大堆那个无效联署这么多，你看得到媒体上面，其实蓝委有很多是很认真在爬出这一块，这块能够达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这5个礼拜，每个礼拜6、礼拜天，一定都是每个地方大造势啦，或者什么这些，中间有客厅会的，有什么？第一场是赵少康领衔的，战斗蓝领衔的，你看到那个海报上面说的那些，然后国民党的所有的委员，然后尤其是台北这几席，全部都跟你告急。那这所有这些告急牌，在这5个礼拜以内，你自己的判断觉得他们能够成功的把几乎所有的民调看起来，蓝军比较低迷的一些的那个热情跟投票率能够翻得起来吗？这个时候谁都不要犯错，谁都不要去让人家有把柄，不管小花絮、大花絮，更不要有大麻烦。包括讲的对那个无敌铁金刚那一块了，包括对罗委员讲了一个恶奴欺主，这个也被大媒体上面打。他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占60%。那我想他的意思大概说，蓝白我们加起来60%。然后讲说我们才应该是主，然后现在变成霸团是恶奴啊，什么什么类似这些词吧。可是到这个词一讲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另外一个策略就是要激起所有支持者的热情。我管你，我没有得罪你们，得罪黄义中对，但重点是我要把我的热情激出来啊。你刚刚讲也是在龙兴花园这一场啊，那因为罗明台说法当然是讲说蓝白在总统大选的那一战里面就是赖清德你才几趴而已40%，没有投给你的都是我们的啊，其实所有的逻辑概念都是这样嘛，所以他才会有讲说我们是60%啦，我们是主人啊，结果今天叫做恶奴欺主哦。我老实讲，在那个场合罗明才会讲这个话，我一点都不会觉得纳闷，我也不认为在场的民众会反对，因为就是你会去出席的，基本上就一定挺他嘛，你在上面就算不讲话，我觉得大家也会给你热情的掌声因为这个场子就是你的场子哦。不过因为它的主轴本来是北北基啦，就是北北基要反恶霸嘛。不过另外一个我其实真的吸引我的其实不是罗明才，是罗廷伟啊。因为罗廷伟被拍到就是说赵少康要离开的时候，然后一直在那边讲说拜托啦，拜托啦，拜托啦。好，就这样啊，说好了，你答应了。所以他是要请赵少康去吗？去台中，大家揣测是这样。不是，赵少康很忙哦。你看这边，花莲副昆局应该也有，因为赵少康说那很快会到花莲了，因为副昆局那边也很紧张。卢秀燕也来拜托，我是能去就去，但一个人能力有限，所以这5个礼拜你可以想象，赵少康应该是满场飞啊，一定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战斗蓝，毕竟赵少康这支算是
还算是有战斗力的部队吧。而且不只是赵少康嘛，赵少康旗下这个战斗蓝，对啊，自己能够期许啊，不能期许哦，说自己是战斗蓝议员的，经常有来上节目嘛啊，所以这些人如果赵少康答应，我在想他们的想法一定就是说，那赵少康自己本人如果没有来，好歹战斗蓝的其他人来帮我站台嘛。所以我刚刚讲说这场场子在龙兴花园叫做捍卫北北基的嘛啊，但台中的一堆都跑来，我觉得卢秀燕在现场是合理啦，因为老实讲，大家都期待就是说她更有这个想法啊。你看，连这个可爱的阿管啊，阿管这个大陆回来，中国回来之后，还特别讲到，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啊，卢秀燕也不错啊，然后这个蒋万安也不错啊，搞得朱立伦说，好，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什么，反正 anyway。我觉得这一场当然对国民党来讲哦，您刚刚说要把这个什么谁怎样啊？我跟你讲，这是他唯一的策略了。能不能达到我不敢讲。我今天有一个国民党的这个议员朋友跟我讲说啊，他们现在的目标只是期待能够每一个立委的当选的票数哦，希望能够吹80%出来投票。能不能达到我不敢讲。我今天有一个国民党的这个议员朋友跟我讲说啊，他们现在的目标只是期待能够每一个立委的当选的票数哦，希望能够吹80%出来投票。80%，当时他的立委的票数的80%，得票数希望能够冲80%啊。那我不敢说这个能不能啊，但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你如果冲不到就不要玩了，因为很简单嘛，补选大家认为投票率能有几成？我就问嘛，我们就举例了，不要说补选，罢免啦，罢免啦，Thank you 那场罢免，那投票率51%左右，51%嘛。谢国良是最近的嘛，50%出头，你看这个过程都打成什么样子了，大概就是这样。不过今年当然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年毕竟有24区，如果一次选，大概会多一些，可是那个多一些，上6成很难。对你再怎么样，你大概也很难高到哪里。罢团要冲25%嘛，对，他一定要25%嘛，啊，你就2成5了嘛，你如果今天反不到5成的话，反罢的是不是也要冲2成5？对，这样就5成了嘞。对，你刚刚都讲说之前要达到5成的要多惨烈，对不对？所以现在当然是什么人来，都想办法嘛，啊，所以刚刚提到有张启凯那一段嘛，啊，你觉得小草们会有多少人会因为张启凯说我们也去龙兴花园凑个场子？不会啦，我对不起啊，我没有对张启凯不敬啦，但我觉得不会嘛。所以张启凯那个讲法，当然只是为了冲这个所谓的这个国民党的说哦，以后继续记得哦，要帮柯文哲讲话哦。国民党让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游淑慧就干脆不去了。那场没去吗？游淑慧没去。因为有时会说，不要让人家做文章啦，等一下小草又怎样啊？因为那一天那个他跟我一起上友台的节目，然后主持人就问他你去不去？他说不去，不要，因为他不想要引发更多的这个纷争啊。但我这必须讲，就是说现在到底大家，你刚因为五哥讲了一句话嘛，说现在大家讲不讲武德啊？不讲武德了啦，要搞罢免，要搞什么？武德是他啊，武德是姚惠珍，姚惠珍是好。我跟你讲，不讲武德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对，刚刚议中说了，现在大家盖一张机票楼嘛，订返乡的要干嘛的，你知道？你如果上去看社群媒体，已经玩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因为有一个网友啊，因为他自己把截图PO出来嘛啊，他就PO出来说我已经订好机票，哪一天要回来。结果他没有码掉上面的定位的号码PIN嘛，对。他再下一篇发文说有人恶搞，打电话去帮他取消机票。对，而且他看到这篇嘛，对，很多人都回来一张机票10万。不是，所以不讲武德，不讲武德到这种程度。但是我就讲啊，现在大家就是搞仇恨的啦，因为很简单嘛，对于选票上面就一个名字。他没有别人了，而且选票上没有名字，没有，就一个人嘛，就一个人嘛，就没有别人的，就一个人嘛。同意罢免不同意罢免，就2格嘛。所以操作仇恨的这件事情，跟操作一个假想敌，其实从一开始徐巧芯，我们很早就已经谈论过这件事。他为什么要把曹兴诚拉出来？要把谁？现在把赖清德拉进来，对不对？刚刚秦姐讲，我都同意啦啊，因为老实讲，对国民党来讲，就是现在赶快翻页嘛。赶快翻页是最重要的，不要再跟我讨论什么以霸制霸了。虽然我一直觉得很好笑的，就是说以霸制霸是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提出来的，
然后呢，现在所有的霸团都跟国民党没关系，因为他们都讲说那国民党啊，那个都是霸团自己在处理了啊，所以国民党也不能够给他压力，不能够给他怎样啊，就你怎么想都觉得怪。然后经过司法调查了，全部给了国民党就不知道在切割什么。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想问，当时朱立伦曾经讲过说，台北市5席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都 safe， 我们都安全，对不对？直到戴习清出来讲，不对，不是这样。到昨天这个朱立伦出来喊说，只要不投票，每一席都危险。我就问一下朱立伦，请问你的内部掌握的讯息到底？我觉得国民党人可能会更想知道，为什么从安全到不安全？为什么从我们相信朱立伦啊？朱立伦讲是内部民调，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愿意出来具名跟你讲内部民调，这是多么慎重的事情啊！那请问你从安全到不安全，国民党发生了什么事？刚刚提到说几席危险，有一个叫罗智强的，罗智强被认为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台北市的立委5席里面唯一一个支持他的大于反对他的，结果罗智强也出来啊，对他自己出来讲说，如果要是换算，罗智强是讲说大安区的民调不同意罢免的比例是比同意罢免高很多，16.4%。但如果投票率纳进去以后，他只赢了1.6%。是啊，你看那个比例之间，这跟其实大部分民调看出来的话，那个反罢跟赞成罢免之间那个愿意投票的热情，确实那个比例大概差不多。是啊，连罗智强都要很告急啊。连罗智强都担心了。我认为他的担心是完完全全合理，而且我不认为他是随便喊。罗智强是多么的对自己很有自负的人嘛，他的这个个性大家也都知道啊，他会这样喊，我认为其实他一定也有感受到的是真实的那个压力，来自于是到今天为止，国民党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出来，我的蓝营的支持者愿意投票的有多少？愿意投票的有多少 ？OK， 当大家去讲说霸团的人或哪一些人你要骂他青鸟什么都无所谓，因为反正名词都是冠上去，就是要搞一个仇恨嘛，搞仇恨才有办法。我听到国民党有另外一个朋友讲说什么，你知道？国民党现在唯一的招式就是搞仇恨，因为只有仇恨才能够激起投票的意愿。现在搞爱与和平已经不来这一套了，为什么？因为爱与和平，大家会觉得说好，不要理他，不要理他。那个从426到今天为止，证明爱与和平是失败的。所以现在开始去挑分数，我赞成啊，你今天觉得有问题的，因为中选会曾经讲过，他们其实是自主把这些有疑问的在1阶的部分就送到了那个就进行告发嘛。2阶他也会告发 ，OK， 但是有没有可能像慧珍讲的那种情况，说有一些是重复联署，有一些这样，那个要经过调查。可是国民党他不用等你调查，为什么？他就直接先抓数字，用数字的对比来营造一个仇恨值。OK， 所以我觉得走到现在为止啊，刚主持那个冠廷算了一下嘛，哈，说又就剩下一个月又有3天是吧？对，好，马上这件事情就要摊牌了哦。可是国民党的恐惧其实来自于这个牌要怎么摊。或你要怎么算，跟过往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变数啊，对啊，我们这个以前大不了不起5乘1嘛那搞不好因为这一次因为以前都1区1区罢，对，哪有这一次20几区全部来啊？是，那跟全国选举、期中选举大概没有什么差别了。但那也是破天荒的一次啊，对啊，没有以前的数字可以验证啊。对，所以当他今天开始会担心，就是说，好啊，你今天罢，因为老实讲，就是跟选举挂扛棒一样嘛，你挂个5面的。跟一个挂个20面的，大家一定会觉得那个20面的赢面比较大，对不对？而且他招牌多，支持人多，他钱多啊。那现在对于这个罢团或者是罢免的这种东西，他一直不断的在媒体社群告诉你讲说我们多少人多少怎么样，会不会带动？他比较好推算。但国民党在这一块，按照主持人说法，史无前例破天荒。你要怎么算才叫做稳？所以他只好走回最辛苦的那一段，就叫做回到陆战嘛。OK， 来不讲武德会真的，我就是要补充不讲武德，因为你知道吗？后来那个人不是发第2篇吗？他说什么？他这一次他就说我就跟你拼了，他又第1张。哇，我补充，真的对，不是慧珍就这个，你看我补充一下，他为了见证历史，他原本然后他从加拿大订了带了小孩10万块换1张选票，值得啦，结果。退票申请已完成，而且重点是不可退，因为他是被人家取得聘嘛，直接退票，还不能退，因为就是他买的人是我定的，然后我在聘码上就他假装是我，然后去退票，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讲武德，不讲武德，后来我就生气了，我就又他后来自己还讲说好。
没有码掉那个码是我的错，对，但我再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对，他有提告了，他对提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恶意螺旋，或者是说你的仇恨之后，你只会让坚定的那一方更坚定。秦姐，现在面临到就是这样，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刚才其实年轻人，您刚才也提到年轻人的这些做法，其实它会有影响的。对。一中在节目刚才所讲到那个机票叠出来的盖楼盖那个。所以，如果要是国民党那4个里，然后什么那些里民支持者愿意再把机票也这样叠起来，它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效果。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次的过程，当所有那些都不断的出现，刚才讲那些热情的展现的时候，尤其那个不讲武德的人把人家的那个票，秦姐就会知道他那个过程。所以我一直每次要请教国民党们，包括像秦姐就说，那你们怎么样让你们的人也愿意要是像这样？也有人在讲国民党陆战强。可是这一次真的陆战能够强成这个样吗？那也有学者献策说，要不然像傅昆萁啊这几席，那个仇恨值又高，他们又当什么总召？算了，先辞吧。那最起码在7月投票以前，不要再去。国民党现在这些策略上真的都有考虑吗？您觉得？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很难去像主持人讲的，哎呀，每一个点我都想得很周到，因为很多县市的主委现在都被收押了嘛。就以我们台北市来讲，我们市党部被掏空了嘛，我们的主委啊，我们的书记长啊，我们总干事3大领导人现在都在里面。对，那其他的这个比方说我们代理的执行长也被起诉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说现在来讲，国民党真的很辛苦啊。那个热情当然是有差距的。我想说，已经订了机票要出国去旅行的这些人有多少国民党籍的他会取消机票？我不敢说，当然一定是有。但是我们看那个游盈隆他的民调就可以知道，反对大罢免的比赞成大罢免的多22%。但是会出来投票投一个反对这个罢免，跟赞成罢免只差10%，中间有12%不见了。换句话说，我反对大罢免，但是我会出来投票的人，已经在游盈隆的民调里显示他是打折的，而且对半打折，差很多，所以就变成说，他很明显的看出来反对大罢免。支持国民党的人，他愿意出来热情的投一票的那个比例是有差距的。比照这些霸团啊，每天上街头啊、摆摊子啊，这样的一个热情，确实两边是有落差的。因为你的基本盘是好的，反对大罢免的人是多的，愿意出来投票投一个反对罢免的票也是多了10%，怎么把这个10%的人召唤出来，投出这10%来？你让人去，我还是那个讲法就是说国民党一直很喜欢把所有的东西，只要不是你那边的，通通都是我这边的啊。就像我刚刚讲说那个6成到今天为止，国民党还有人抱着就说，你看我有6成的民意，都不知道搞那些合年合月的事情了。而且那6成本来就是虚灌的嘛因为不支持他，所以通通支持我。那我还是强调因为刚刚秦姐讲说，我们这个反对罢免的盘是大的这句话我是完完全全从头到尾就不同意因为如果真的回来看不支持罢免，你真的回来看这些人，他不是不支持罢免，不是他对罢免这些，而是他从头到尾就反对。所以为什么国民党喊出以罢制罢这件事情，你也没有获得认同吗？所以为什么国民党喊出以罢制罢这件事情，你也没有获得认同吗？你也没有，因为这些人他听到这个名词，他就觉得很讨厌。刚刚秦姐自己都承认了，哎呀，还好今天解脱了，你知道吗？不然我们还有一席在那边要给人家搞罢免，然后我们在那边反对罢免，这个国民党从一开始推出来这件事情就是错误的。你还要再死抱着那个什么6成，说我们这个什么58%的民众，因为民进他们做出来是58%嘛，你真正要回来看的其实是。你愿意去投票的人，那才叫做反罢免愿意出来投票去支持你的，那才叫做你反罢免能够掌握的人数，那个趴数才是你现在有的。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嘛。一直抱着一个虚幻的说，那个不支持罢免的那个50几%都是我们的，我觉得那太不切实际了。因为你们从426到今天为止，请问国民党党中央因为我不问秦姐嘛我请问国民党党中央，请问426到今天为止，你们成长了几%？不到5%。你一定有做民调，所以我刚才会问朱立伦嘛，
你当时那么开心的跟大家讲说，那5席1席都不要担心，因为你会过。到现在你出来喊说，只要不投票，我们一定挂。你告诉我中间转折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从头到尾的那个策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策略，因为国民党是会选举的政党，他不是没有选举过，而且他赢过，他才刚赢。因为是去年的，对，不是就1年的时间，2024 1月13号，国民党是赢得国内立法院最多的席次，是刚赢的。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赢得很正当啊，因为民众愿意投票给你啊。是，但是我就问一下，从426到好那一天龙兴花园，然后接下来反正每个礼拜他可能都还要再搞嘛啊。你到底这一段时间出了什么样的状况？我相信国民党会比我想要更知道啦。因为其实你那么多的那个连善于组织的谁都关进去了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逆转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觉得你现在在操作，因为操作仇恨的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国民党为什么要去搞这些东西？因为他要塑造一个司法是被民进党操弄的，民进党可以控制司法，不去侦办它。OK， 那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会有张启凯的空间？张启凯跑去国民党的场子说我们要救黄旅锦如啊，救柯文哲。国民党一定会想说，关我什么事啊？为柯文哲跟我有关？这就是你没有整体上面去理解，为什么你到今天人家不愿意出来表达投票。国民党喊投票率低的这件事情，请问是今天才有吗？没有吧？426就喊了吧？426更早之前他也喊一样的啊。不过将军为什么连江宜樺他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长，然后他也是政治系，他也是教政治的。对，那好一阵子没有他的讯息出来以后讲，那对他觉得最悲观的是国民党会罢掉10席。那个罢是3阶还是4阶？如果照他的说法，3阶说法，3阶还是3阶吗？3阶，第4阶叫补选，不叫罢3阶吗？没有，我们再去看一下3阶吗？他说4阶的时候可能会翻转6席，6席会翻转，所以到最后啊，还是被他，所以他的如果连他都讲出这么，当然也许他是要鼓励国民党的支持者，悲观成这样，你要置于死地而后生啊。但是真的这样子有用吗？我讲江宜樺这样讲，比朱立伦之前讲的说都很安全。当然来得好。对，朱立伦那个真的是不好，那个讲是会害死大家哈。我讲国民党一直在讲团结，怎么团结？士气是部队团结的核心。你要让这个单位团结起来，要有士气。我们在军中打仗也是这样，我们拔河比赛，或者是有什么重大的比赛，或者要演习了，你的士气要很高昂，部队就团结了。每个人怀忧丧志，哎呀，又输了。怎么又输了啊？还是在输，不会有团结，团结不起来。我讲国民党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民党最早没有讲以罢制罢，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国民党朱立伦提出是什么？公投绑罢免，公投的绑罢免。后来这个好像不了了之，虽然823还是要投，可是这个口号叫不起来。后来才讲出以罢制罢，就是你罢我1个，我罢你5个。那现在以罢制罢。0嘛，现在正式归0了嘛，就1个都没有成。然后再来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426要罢免赖清德，3次都空3次都空公投以罢制罢，罢免赖清德，全部都空了。现在你又在喊什么？又在喊我觉得你的口号还有谁会相信嘛？现在不管是朱立伦喊的口号，或者赵少康喊的口号，因为你已经连续乱了3次了，连续败了3次了，没人会听。那况且呢？这个罢免团体很有才，你看农民历都出来了。7月26号7月26号，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红色我打圈圈的，适合什么？你知道吗？解除、拆卸，然后呢，这个生坟、安葬、破土、立碑。各位，这一天的日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找出这么多来。可是看起来那天好像蛮适合罢免的。对，就是这是一个宣传呐，就是你要让你的人。认为你做的事情连天都来帮助你，就是这样子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罢免团体有这样做。另外，我再讲一件事就是国民党陆战很强，我绝对承认他的组织强嘛。可是国民党现在面临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人海战术，或者是说稻草人战术，对什么？对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机票楼战术。稻草人战术对上机票楼战术。什么叫机票楼战术？就是我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要从海外买飞机回来，买机票回来，我要来投票。那国民党的做法呢，是我要再办很多很多的活动，每一场人都爆场，每一场人都爆满，
我看徐小新说，你看每一场人都爆了，每一场人都爆了，这是选民还是稻草人？玩纸牌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稻草人牌，那个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吓对方的。你看我有这么多兵，好多兵都不能用，都是稻草人。那稻草人战术跟机票楼战术，这哪一个会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另外我讲国民党的这个31-0，或者说现在是24-0，这个耻辱在很多基层党员的内心叫挥之不去的耻辱，挥之不去。很多人说翻页了，翻页就今天这位送信的这个领衔人就正式宣布，穿着蓝色的衣服说，我不玩了，正式翻页这0。可是各位，你可以翻页，支持者翻页了吗？支持者怎么讲，你知道吗？你说人家大罢免、大造假都好。那为什么你们努力的这么差？你完全不努力，你叫做以罢制罢，完全不努力，变0。这很多支持者是翻不过去的。就是那你现在叫我出来投，你那个罢免都搞不成，你个联署1-2千份都搞不成，你现在叫我出来帮你投票，我还会相信你吗？所以我觉得，因为你的魄力还有你的作为没有提高士气，没有提高士气就没有办法团结力量。这是国民党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将军刚刚讲的对，因为将军就是将军嘛，士气打仗，所以我不管你武器精良与否，自古以来，那当然你说兵多将广，然后武器又好，打赢人家那是应该的感觉。那最好看的一定都是那种逆转胜，或是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至于国民党能够打得出来这些吗？各位，我再讲一次张宜桦的词，我再念一次给你们听。张宜桦直言。民进党这次大罢免的目的是拉下国民党10席，再加上补选就能反转6席，让绿营得以在国会拿下过半席次。这也是他听过对蓝营最悲观的评估。若补选表现不佳，蓝营恐怕会被拉下10席之多。他说的是第4阶，不是第3阶，好吗？我看到这篇的时候，我想张宜桦出来说10席不是3阶哦。是4阶哦，那远超过现在大家的评估。但我个人解读是张宜桦要用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打法，就是告诉国民党现在已经悲观到这个样了，你们大家还要出国去玩啊？不是，不要关，对，人家订了机票，就你们大家还不醒一醒吗？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把每一期看，不管啦，因为大家都会去估要几席，但是现在不可讳言，对蓝绿2大阵营来讲，重中之重一席花莲。对，林右昌亲自督军花莲。然后庙不知道去了哪几座，从当初那傅家那个光明灯的那一座一路往下，然后媒体上面讲说傅昆萁也到台北行天宫来拜，所有这一切，包括今天大家知道《更生日报》是在花莲最大的一个报纸，对，那个时候在《更生日报》里面登的一些广告，都会让大家侧目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广告？问题是。这一席花莲这一席，现在对你们来说，来怎么评估？重中之重哦，花莲当然擒贼先擒王。如果这一次所有国民党立委有哪一个人，他的仇恨值，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导致整个国会乱象，我觉得很多不管是绿营支持者、台派的支持者，还是这公民，可能都会讲傅昆萁。所以在傅昆萁，我过去叫花莲王嘛，在这里一定是最白热化的。今天在这个《更生日报》上面的广告大家可以看到。在头版的下面，公民团体他们登了一个广告，说够了，不要让他代表你。里面的论述讲什么论述？照片放王沪宁跟傅昆萁2个人的合照，然后呢，上面写花莲人受苦受难，傅昆萁腹中车香喝辣。这个事情没讲，我还忘了。这公民是有创意的，因为当时04、03大地震后，当时很多灾区要重建。然后当时这个整个重建家园很多到现在也遥遥无期，可是当时傅昆萁是放着这个重建的状况没有管，然后就跑过去到中国去，至少现在变成是公民团体攻击他的一个重点了嘛。那下面就是讲说7月26号罢免傅昆萁出门投同意，可是我要强调的是，傅昆萁也不是吃素的，虽然他感觉拜得很虔诚，感觉光明灯点很多，可是他一定会把他家徐榛蔚的力量拴到最紧。这2天有一个影片陆续流出，像我自己就收到了2个影片，是什么影片哦？在花莲的凤龙农会，就在凤林镇的农会的一个家政班的活动，居然同时有花莲3巨头出现。哪3巨头？傅昆萁立委，
县长徐榛蔚，以及吉安乡的乡长游淑珍。吉安乡的乡长是谁？他们未来想要他们的接班人潜在接班人，对，要接徐榛蔚县长的位置的乡长。我说真的哦，吉安离凤林镇多远？车程就要45分钟。凤林的农会家政班关你什么事？你在那边当吉安乡长，你跑去凤林干嘛？县长就是挺傅昆萁，县长就是也是在为他自己县长暖身嘛。第一个我先讲第一段影片，那个游淑珍乡长他发言他讲什么？他说在县长家政班的活动农会的活动他说要让傅昆萁继续带领民意去立法院，不只是普发现金1万，还有161亿元，所以不要支持他的话，如果他被罢免，花莲会停止10年以上进步，直接公开在这一个农会的活动替傅昆萁拉不同意罢免的票。这个是有争议的。农会的家政班，农会我讲它就是准公家机关。为什么是准公家机关？2大补助来源，一个补助县政府的农业局，第二个补助中央农业部。这个家政班里面的预算一定有来自于中央或地方的补助啊。那好，你去完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乡长讲还不够扯，我后来说到第2段影片，徐榛蔚跟傅昆萁跟那个游淑珍同一场，对不对？徐榛蔚出来讲话，徐榛蔚县长嘛，他就讲说他大概2分钟内容，全部都在讲两岸，然后讲说两岸一家，就是两岸都是一家人啊，等等，其实也是在拉抬傅昆萁。你会觉得很奇怪，反而傅昆萁躲起来了，这一场就知道傅昆萁现在的战略。傅昆萁现在沟通跟人沟通上面留给别人讲，让别人来讲他好话，那他自己仇恨值高，他知道嘛？他不讲话，你看这个影片就没有录到傅昆萁在胡说八道，没有嘛？那他希望说。就是让别人讲他的好处，然后利用他自己的这个立委的资源，加上花莲的资源去做这样运作。现在有传出一个消息这一场农会的活动谁安排傅昆萁去的？就傅昆萁的那个办公室的同仁嘛，立委来安排的。然后呢，再加上游淑珍，这个未来有可能要选县长的，我傅昆萁倒了，你这个乡长，你以后跟人家选个什么东西？那我。老婆县长也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态势了哈。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讲接下来一定会更白热化。当然，傅昆萁或所有的各区，其实大家绝不能松懈，没有这么好罢。你想就做到状况了嘛？蓝营这个战略，无论是刚才大家认同说是仇恨还是不是仇恨，他的投票率一定会变高，一定会比现在高。你别忘了谢国良那一次。是直接盯到本来支持谢国良、投给谢国良市长的票，最后盯到90%所以他们的组织动员这样子下去，一定是有用的。那我们这边我们也会全力帮忙啦，就包括刚才武哥讲的，像以花莲为例，我们是党工进驻，然后秘书长3不5时就过去督军。组织动员这样子下去，一定是有用的。那我们这边我们也会全力帮忙啦，就包括刚才武哥讲的，像以花莲为例，我们是党工进驻，然后秘书长3不5时就过去督军。那擒贼擒王，傅昆萁还是重中之重。不，一周对于傅昆萁总召的这一席，新闻真的非常非常的多，3不5时就出来，连他去我就讲连去拜关公、行天宫这些也被大家拿出来，所以显然了这一席的成与否。那在未来检视整个大罢免成不成功，一定是被检视算成功与否的其中一环。那当然，整件事情的大罢免就是因为傅昆萁就是带头当了总召以后的这一个整个亲共集团嘛。我还记得2020年那时候，傅昆萁是以无党籍身份选上花莲立委的时候，国民党安排了一个同舟计划，那时候要他回来嘛。当时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前国民党秘书长，也当过国安会秘书长的金溥聪。他说这个病毒现在要趁国民党趁虚而入，所以他是第一个跳出来阻止这个病毒回来。我觉得金溥聪真的很有远见，2020年他就观察到这件事，结果你看到后来你果然让他你不管金溥聪的谏言，不管他的提醒嘛，那时候金溥聪很久没上媒体，他还专程为了这件事情去上媒体，结果你们不理他。好了，那现在到了2024年，你以为选上了国会多数，好像一切都，结果现在遇到这个超级大罢免。可是我跟你讲。傅昆萁嘛是算好命啊，听讲我囝啦，拄我讲的，伊有一个太太嘛，人因某即嘛是做馆长嘛，所以他知道他仇恨值高，所以尽量不要出去。你看他去人家那个告别式嘛，去用考试，然后去结婚，人家也说他讲太久，去学生毕业典礼，学生也不爽，所以他现在知道他是一个不适合出头的，但是他有个漂亮的老婆，然后很贤惠的会帮他打理家事的县长，叫做徐榛蔚，怎么打理呢？
连学生最爱的夏恋嘉年华都可以帮他打理。这个是每一年花莲的大日子，就是他们7月都会办那种超级的那个很多演唱会。这个我去过，但是在那个东大门，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东大，我以前我去过一次，很热闹。好，那董调你啥干不干？肖哥，这是今年花莲的观光年，年初的吧，2025年，它上面写的日期什么时候？志恒小念给大家听哈。夏恋嘉年华这个演唱会是在7月9号到7月13号，就7月初嘛。本来预定的，结果没有哦，现在改到什么时候？现在改到7月23号到7月27号，这个时间点跟大罢免的726刚好 bingo 就 match 到。那这个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no，大家知道花莲其实很多年轻朋友是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那他们如果726号去投票的话，他们要坐火车回去。你知道花莲车票不好买，有去花莲旅游就知道。那平常就不是很好买。那今天还遇到这个7月23到7月27的这个夏恋嘉年华，这个花莲一年度最大的活动，那个车票根本很难买啊，等于是年轻人可能就买不到票。所以这个方式。那但花莲县政府说没有啊，我们只是碰巧，我们就是今年就是因为有很多考试什么，所以我们安排那天。结果我们去查了一下，726那天的考试有营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这么多师，所以你说你原本7月上旬改到下旬，说为了避开国考，这个理由不正当。而且第二个，我们去查了一下，你知道。一样是夏恋嘉年华，去年是办在7月3号到7月7号，大家注意听，上旬。前年是7月5号到7月9号，基本上都是7月的上旬啊，所以它原本旬历也是在上旬，就改到下旬。你说这个里面不，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有一个关心大罢免的话，那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在算说，按照罢免团送进去的时程，然后20天到60天要办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落在7月底到8月初。那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差不多是，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没有。引爆条不要帮忙，这个是大家打一个问号。除了这个以外，有老婆真好。花莲不是考试那个花莲县政府的小编就考试说，之前不是黑熊学院不是推那个1380的防灾包吗？小编就说花莲不用钱零。每一个花莲的家庭都有一个。那这个防灾包是这样，我先解释一下。因为花莲去年04、03大地震是很严重，所以后来花莲县政府就跟议会争取了6500万的预算，那他们就要做防灾包，然后分给13万的花莲的这些住户，所以基本上就是人人都有。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给防灾包是没有问题的哈。重点是，今麦人收到以后，看来礼物，他的中英文介绍，他的中文介绍是简体字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大家就在问不会知道就是啦，其实就花莲县政府有出来承认啦，他说就是说，因为他说中国的人力的工钱更凶啦，所以因的是就是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这让人见仁见智，法律上他可能没有违规，但是我觉得观感的问题就是说，你台湾都穷凶，你的预算嘛是大概台湾的纳税钱，你摕咱台湾人的纳税钱去买中国的物件送给花莲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你为什么就直接买我们台湾自己的？我们台湾纳税钱促进台湾就业，你这个等于让中国人赚钱嘛？这几点后，最好都要刚刚讲到傅昆萁，傅昆萁很紧张嘛，那他其实很信关公，他自己说他5岁开始就信关公嘛，所以都可以拜关公。那拜关公我觉得没有问题，可是拜要虔诚。傅昆萁其实最爱拜的应该是花莲的帝君庙，之前我们讨论过，他在那边点了6大柱，总共4800盏的光明灯，一盏500块，帮他算花了240万。他以为他花了钱了不起，对不对？结果他在帝君庙跋杯的跋无杯，之前人家说跋了杯拢公姑，所以基本上不爱去花莲跋杯啊，一早去得你敢不知道？喜欢关公关公到处都有，他跑去台北的行天宫，那我觉得这也没问题，就关公行天宫，反正关公大家拜，就是很好。但是你拜关公，你买好拜，你哪时底下敢滑手？这边媒体独家直击嘛，你在那边滑手机。大家如果去过行天宫就知道，这边是拜殿，我们有跪在那边。他是不是在等待收件？他有家庭，有收件。慧珍姐，网友说你现在是要跟关公说，可不可以跟关公加个赖吗？关公，我可以给你扫个 QR code 吗？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这本身是一个很不虔诚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去过行天宫拜拜，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旁边是那个收件窟，就是收金区。那个婆婆其实收金区是要绝对肃静，是不准讲话，而且不准拿出手机。我有一次在那边拜拜啊，我只是想要看一下时间，我贴出去啊，那婆婆就说：“不好意思哦。”其实我也不是要用手机，可是他就跟你讲不准，就是那边是一个很肃静的地方。而且你大行天宫很严格，他还不能点香哦，他就是一个这样。所以如果你要能进去，你就是要接受他的规则。然后你如果说你不爽，就不要去。你傅老大
不，你第一个你在这边就是你说你花莲不想要摆不利的家这个做这个动作，所以这里面种种的迹象，就人家显示说，那他是不是很焦虑？就是说，在跟关公许愿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事情？然后最后再讲一件事，就是很多事情不是说你点了光明灯就了不起。我们讲光明灯不是说，我这边要给观众一个正确的教育，就是说，在道教里面，不是说你点了光明灯就了不起，光明灯是一个内在愿力的放大器。就是说，你如果诚心诚意的在神明面前，你要愿意从善做公益的话，那个光明灯会让你的愿力放大。它有点像加速器的概念，可是相反的，如果你以为你点了光明灯，好像买了赎罪券，有些中世纪买赎罪券，我花了240万，我点了4800帧，你就要照我，你错了，它会让你这个罪孽啊，它会把它更加的放大。那怎么放大？肖哥最后补一件事情，刚刚讲不是726要投票吗？刚刚那个将军有讲的嘛，726农民历嘛，那一天其实是宜解除宜拆卸嘛，重点你才刚摘，你说跟傅昆萁什么关系？傅昆萁属老虎。跟他属老虎有什么关系？当日冲老虎。我只是这样讲，就是说很多事情冥冥之中有注定，但是信者恒信，不信者不信。民进党太过分了，还针对冲老虎的。我只是说，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所以真的一句话啦，你诚心的悔改，很多事情还可以改决。但是如果你只是说连在台北拜这个行天宫都没有滑手机，我想到了，就是公布7月26号之后，还想说冲我，惊掉，马上去行天宫求惊。来，今天我觉得现在不止柯建铭是铁板神算未卜先知啊，黄一中也是铁板神算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逻辑我都没有办法接受。第一个，你说去拜关公不可以滑手机那他拜完关公刚好接到一个选民服务，他不能看一下吗？所以我觉得你这种。看图说故事，他是在那边下跪，他是跪着的时候滑手。我觉得你看关公加赖，他是跪着，但是我觉得说你看图说故事，就凭一张照片就全然否定他拜关公的虔诚，我觉得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觉得你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一种这个渲染的方式，我觉得有失厚道。那另外呢，我要讲就是说，你刚刚讲了很多揣测的部分，又什么属老虎啊，又是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不宜啦。我觉得我们在电视上还是不要宣传这样的迷信所以我觉得说用这种，所以我说信者恒信，反正不信者恒不信。用这样的方式那所有其他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如果属虎的，是不是都跟你说的是一样？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所谓的生肖啦等等就去。好像是煽动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传说。我个人是觉得黄老师你刚刚说的是错误的示范。如果你的学生说黄老师是属什么的，哪一天对他不利，所以他来上课会跌一跤。那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吗？就因为秦姐我很尊重，所以秦姐对我的教训，我愿意接受。这他代表就是国民党的温良恭俭让，真的。所以秦姐讲的我愿意接受。OK， 不那个你要加进来，民进党的你要被教训，然后秦姐教训我不谈农民历但我谈傅昆萁自己写的脸书。你去看傅昆萁的社群，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停留在4天前。居然是大骂林右昌，所以有紧张了。为什么？因为刚刚一中老师讲了，就是老师讲宗教大家信者恒信嘛，可是有时候会有个对比，比如林右昌到了花莲去，然后就在他点的4800个的光明灯那边点一盏我们如果做好事只需要一盏，这就对照嘛，就是说。花莲确实很多认为傅昆萁跟徐榛蔚垄断整个政坛，然后甚至讲难听一点，为了鱼肉乡民等等的，这个会有对照。那后来傅昆萁其实很罕见在他的社群是直接一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直接点着骂，而且他骂到多重。他说，跟关公就有关了，这他讲的。他说，林右昌只拜清德宗，不敬关圣帝君。我这就是说，他一样就是代表说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影响的。那我还是回来讲傅昆萁他一定会用尽一切的管道要保住他这个位置。他接下去的力道，我觉得只会比现在更重。但秦姐有一段对国民党整体来讲，因为刚才一中老师他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就是那个包括刚才讲《更生日报》那个报纸《更生日报》，那上面刻意挑的就是包括那时候他们不是去中国大陆访问，然后是王沪宁，我记得好像是您的选区呢，王宏恩呢，那时候也是因为广告的问题跟霸团之间有一些，他们用的也是像那跟王沪宁或什么，也就是说
那这一次罢免的一个主轴就是把什么反共啊什么什么摆在这个里头。那对国民党来讲，虽然海峡论坛也没有派什么县市长去啊或什么这些，可是光这些广告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对这次的罢免来讲的话，真的会造成很大困扰吗？我觉得确实他们如果一直抹红国民党，亲中跟共产党如何，对一部分中华民国派的这个蓝军或者是对中间选民，当然对绿军是有一些影响力，这个反而就叫做仇恨值。就觉得说，因为恨共产党、讨厌共产党，所以跟共产党做一些交流的人，好像就跟他一样沆瀣一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仇恨动员中的一环。当然会造成一部分的伤害，但它伤害到多大呢？我觉得这个还是看个别立委怎么去化解。有一些人被抹红，但事实上他的言行，跟你抹红的这件事情有108000里的距离，我觉得他还是可以自己去脱困。但是傅崐萁的问题是，他是泛蓝系统的议长，带着泛蓝系统的议员，带着泛蓝系统非附加辅选的市长，一起打县长跟立委，所以这一局呢是蓝加绿一起在打傅崐萁。但慧珍是礼拜六、礼拜天，蓝营忙着，不管是荣兴花园啊，或什么绿营这个地方跟霸团之间的，还有30几个霸团之间的。白营也没有闲着，黄昌不是，然后对他在这边，他们也有去，包括北所生源，很多，然后包括过程当中讲要不要说下一次如果再这样的话，因为都是自主的嘛，所有的民众都是自主，下次什么要不要冲赖清德官邸啊这些，那大家在讨论白营，尤其像黄昌这些时候，当然有很多霸团提出来的主张是，如果把蓝营罢掉够多的席次。那白营的8席就没用，基本上就会，你也觉得是要这样子吗？现在已经喊出另外一个啦，就是你是不是不想再看到黄国昌了？现在已经喊出另外一个啦，就是你是不是不想再看到黄国昌了？你是不是未来2年都不想要看到这个人了？那就把他毛起来冲，就把他罢掉。如果就是把这个蓝的越罢越多的情况之下，就让白的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布局到这里了，太好了。本来以为要不要去讲双话？真的，真的有人在，对不对？对，有些这个可能对中间选民有用哦。我跟你讲，其实刚刚就提到，我觉得为什么蓝的这个大家会认为比较不妙的原因，甚至连江宜樺，事实上就是刚刚小武哥有特别提醒，其实小武哥讲的是对的，因为前面我们一直以为只有第3阶段是实习，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本来说再加上补选翻转6期是指第4阶段，可是他后面那一句若补选表现不佳的话，恐怕拉下是实习耶。那如果是罢掉实习，那就应该是补选上实习，那你不可能100%都是补到绿的嘛。所以换句话说，照他这样预估，其实罢掉实习是起跳，就实习以上，就简单讲，江宜樺的预估是罢掉10席以上，补选是6席起跳。那如果你罢掉13席，那可能补选过去就10席哦，所以这。讲起来是还蛮可怕，就以江宜樺，那我觉得江宜樺不可能故意难道他是民进党侧翼吗？不可能。那他为什么他看到了什么会去讲出这样子最可怕的状况？我觉得这他现在讲出来跟我的感受度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蓝营不应该要去用所谓的仇恨动员，然后去催出什么你们的支持者。然后深蓝的，然后来不是？我觉得你应该去解释为什么要留下徐巧芯，为什么要就是你为什么是保住你们？你为什么是保住你们？如果你要讲说因为绿的很讨厌，我们要防止绿的，我们不要走上独裁，没问题啊。那我罢掉徐巧芯之后，我再补选费鸿泰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是诉求所谓的仇恨动员，民进党太烂了，要独裁，没问题啊，我们要监督民进党可以啊，但是我就是不要徐巧芯，我换费鸿泰来支持啊，你知道吗？它会变成无助于保住你。所以现在我认为现在其实或中间选民或浅蓝浅绿，他面临到一个状况是，他为什么不想出来投票？因为他会觉得我也不支持你。比如说以傅崐萁好了，傅崐萁的很多他现在自己的官司。
已经不是跟大罢免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大家要全面检验傅氏王朝在这个花莲横行了10几年，执政了20几年之后，你有太多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不是要借由这一次机会，让花莲好好的把阳光洒进这些黑暗的角落，这才是傅昆萁面临到最大的危机。人家简单不什么？我觉得江宜桦的那个说法，其实是蓝营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因为刚刚慧珍讲到说，可能在某一个选区里面，哪一个立委被罢掉，可能我们在补选的时候再选一个人出来帮他报仇。你从现实上就会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说，今天这个康仁俊被罢掉了，然后我们说我们挑选，我们找俞北辰，然后来帮康仁俊报仇。康仁俊的支持者，其实老实讲，康仁俊都被罢掉，我还跟你投什么啊？就每个人有自己的支持者，不当然嘛，属于那个颜色或政党的支持者。我觉得这是政治的现实面嘛，就是说今天为什么要被罢免者，他要想尽办法要请同党的人出来帮忙啊？就是刚刚提到那一区，大家在观察说哦天气好不好，或是怎样，他就不出来帮忙，因为支持者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今天我觉得江宜桦那个问题就来自于是，如果我今天到罢免的这件事情，我的动能吹不出来，你不要妄想到补选的时候会有那个王子复仇记或公主复仇记，说啊我们这个再选出一个，我们这时候你看国民党好，那个民进党很坏啊，我们再选一个国民党的啊，让民进党失望。OK， 我觉得江宜桦那个担忧其实来自于是你那一段，如果你的那个罢免守不住，你不要妄想痴心妄想，觉得说有谁能够帮你出来复仇，因为被罢掉的人，他老实讲，我觉得到那时候就心灰意冷了啊。他怎么可能会去出来支持另外一个？他7年没有政治生命呢。对不起啊，在那一区不能够再选。他怎么可能会在里面再去帮国民党说，我再把席次拿回来？不过现在看起来，国内因为大罢免的时间已经定了，已经这所有的氛围大概都绕着大罢免在走。那接下来算5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大概你都会看到各阵营之间会有非常多一些的活动。当然中间那次第一定也会有。但是各位，你知道现在全世界要讲乱成什么样子吗？对，我说实话，大家都非常担心的是，将军，第一个，伊朗国会已经通过要封锁荷姆兹海峡，对，超严重的一件事，非常严重。对所有只要经历过能源危机的，太年轻的也许没经历过，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更不要说。美国是直接对，刚才惠珍还是谁讲不讲武德那个？你明明答应我2个礼拜，川普说要2个礼拜考虑要不要出兵，哪有啊？第2天就砸7架 B2， 然后就直接那个专地大战，咚咚咚！你看那个网络上面那些所有的卫星照片，那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砸在那个地方，一路往下这样砸，这整个全世界真的会大战了吗？我告诉大家，那6个洞哦，不是轻易炸的哦，14枚这个。GBU 武器叫做碉堡克星，14枚哦，只有6个洞，就是每一个洞至少2发，这么准哦。我们以前说百步穿杨，第1箭射出去，第2箭射在第2箭的箭弓上，它就是这样，6个洞里面有14枚 GBU 武器，所以美国不是随便就发展这一次的行动，它是算是非常精准的计划。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各位还记得看那部电影Top Gun 对 Tom Cruise 那个 Top Gun 2那个什么独行侠那一部，我们都以为那就是拍电影，有没有？对，前面飞机上过去以后，先炸第1颗下去，后面这一架上去以后就直接对着那个再打下一个。真的是这样炸，是真的这样炸。这部是今天发生的事，是验证告诉你。那部电影讲的是真的，唯一不一样的是伊朗没发现。对，他的飞弹没有射，对，没有，因为他这个精准的计划，非常精密的计划，他做了4套计划。他的这个 B2 轰炸机，一个向东飞，一个向西飞，2波次哦。然后呢，向西飞就是往关岛那一波是被抓到的是被抓到。那是要7敌用的吗？一来是7敌，2来叫战略平衡。OK， 就是让中国啊这些想要在印太地区蠢动的人，我有一批在这，然后到关岛停下去，他一样带的这个精灵这个叫做碉堡克星，他一样带着都是一架飞机载2枚，就停在关岛，那叫做战略算是平衡吧。我停到这边，你不要蠢动。OK， 然后大家都注意这个说好，大家有的人想说可能是关岛这些飞机会飞到这个伊朗来炸。可是呢，他还在想、还在猜的时候，已经被炸了。被炸之前不是只有被这个 B2 轰炸机炸而已，他在之前还有好几个地方，因为它3个地方嘛。
它还有一个叫做伊斯法罕，它是战斧飞弹，潜艇的战斧飞弹24枚打过去。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纳坦兹，是75枚的精准飞弹，是用 F-22去打。所以它是同时间有4波战术，一波你说欺敌，你说战略平衡也好。所以说你说伊朗怎么受得了？奇耻大辱啊！所以呢，我要使用凯巴飞弹，这可以飞2000公里以上的，我要打以色列，所以也打了。那造成以色列说有86个受伤，有没有死亡还不知道。另外呢，这个哈米尼就讲说，我们要对美国的4到5万的军人实施攻击。另外呢，这个哈米尼就讲说，我们要对美国的4到5万的军人实施攻击。所以可想未来入境美国会很严格。你不管是坐客机、坐任何飞机，你只要入境美国会很严格。好，那我讲到哈，很多人说这个 B2 这一次的行动在关岛的是跟台湾有关的，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如果这一次中国很希望就是美国不是飞行远程投射来跟伊朗交战。他是希望美国透过航舰，透过陆战队，直接跟阿富汗、跟越战一样，跟伊朗的人焦灼，这是中国想要的。因为一焦灼，印太一定空虚嘛。可是美国却选了这种方式，叫做远程战略投射。我没有一兵一卒上去哦，我只用 GP57直接投进去，打进去，而且打得这么精准。而且另外还有一批在关岛，让中国知道。他说：“曾经川普不是说过狂语吗？如果你打台湾，我就打北京。各位，如果你看到了伊朗被打，你会认为川普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他一来叫欺敌，二来叫战略平衡，所以才会有美国的一些网红讲说哈，还有一些这个评论家讲说，在关岛的这一批就是针对你说讲台湾，我觉得太狭隘了，是针对印太，针对印太地区的平衡，其实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解放军。你不要因为我对伊朗的这种作为而你蠢动误判形势，千万不要误判形势，他也要让中国知道，美国的这个空军还有美国的国防部，他有同时完成2个战略点掌握的能力。OK， 任俊，因为荷姆斯海峡全球大概20%左右的石油能源要从那个地方过，然后它又不是特别的宽，所以有人讲说，如果要是伊朗要封锁那个的话，或是用沉船的模式，不管你要用什么模式，它是有可能，因为他们国会已经批准，只是不知道什么要动。那有人说，川普这一次破了美国几十年来的例子，因为42年，美国不会直接跟伊朗用这样的方式开战。那因为这件事出来以后，国际之间有非常多的一些评论，还有一个评论在讲，美国大家本来都以为美国，你知道美国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把那个碉堡客机卖给以色列，没有，反正飞机起飞，他就说，对，他就说炸弹我是卖给以色列的。飞机我是租给以色列的，飞行员是跟他们打的合约，然后那按炸弹的是以色列人，乌克兰模式，所以这一仗是以色列打的，跟我没关系。没想到川普这次连这个也不避讳了，他就直接跟他，普丁已经放话了，这一路弄下去的话，会有一些国家就真的卖核武给伊朗，那全世界那不就真的乱了？这也因为川普这一次完全不避讳，对，所以才会有一些媒体，像澳洲媒体哦，他们就评估认为说，今天川普之所以这么硬的去对付伊朗，其实是要做给中国看。就今天所有这跟美国的盟邦，只要他今天受到一定的程度的欺负，我美国就是会出手。澳洲媒体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出来啊。当然，因为川普自己在他社群媒体去证实了，就是说他的 B2 轰炸机嘛啊，然后干了这件事，而且顺利的返回基地啊。那网络上一堆人开始替那个汤姆克鲁斯啊抱屈，所以早知道有 B2， 干嘛派一个这么年纪大的飞行员哦，还要绕山路，还要这样冲过去拉上来，还要失去意识，然后这样好不容易平安啊，不，当然是个笑话啊。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到美国B2 跟 F18 去执行轰炸，你知道那个难度是差到什么程度吗？就你去看那个他为什么那个飞要倒过来，因为他到那个山他必须要看得到2侧，所以他要再俯冲过去。那个 B2 是有飞到这种程度吗？没有，没有，当然，它多高空啊！然后它的炸弹要能够那么精准的 K 下来，
我不知道他到底用了几枚啦哦，是不是这？因为现在说14枚嘛，照片上说是6个洞嘛，因为他但是他炸了3个空军，对，炸了3个基地核设施，而且你既然回来看它的核设施是有不同程度的，因为有一个被认为它其实就是有办法提炼那个浓缩铀到核武的层级，第2个它能够提炼，但是呢它能够提炼的不多，第3个是什么？你知道是最前端的那一个，就它本身其实具有铀，然后他们怀疑说它是把它传输到那边去哦，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他今天把这个道摆下来，中国第一时间抗议，他说你这个美国是破坏国际规则啊。但是伊朗做的回击是什么？伊朗做的回击，那我就打以色列。对，我就打以色列，要不然怎么样？他说我打美国吗？不，所以啊，我就讲啊，今天大家把局摆开了嘛啊，川普就是好啊，那我就打，我也不演啊。我说你今天这个我什么给以色列了，我不要了，我就告诉你，就是我自己来了。伊朗做了回击，那我就打以色列。对，我就打以色列，要不然怎么样？他说我打美国吗？不，所以啊，我就讲啊，今天大家把局摆开了嘛啊，川普就是好啊，那我就打，我也不演啊。我说你今天这个我什么给以色列了，我不要了，我就告诉你，就是我自己来了啊。有没有人等着再看美国会不会遭到什么报复？但是伊朗有喊啊，但伊朗不是喊说他们可能会有恐怖行动的？他们现在喊的是要担心的是美国驻中东的基地。因为他们如果真的要攻击那些基地的话，在4分钟到5分钟。但现在回来的就是伊朗敢不敢真的打？最少他第一时间打了以色列。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讲一下啊，就说以色列虽然被号称说它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防空系统，但在这一次里面，即使伊朗没有使用饱和攻击，以色列依然有没有拦截到的飞弹？好，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国防上面来讲，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叫做万无一失，而是你有越多的准备，你才有办法去应付这些可能来的攻击啊。来，晴姐，剩下30几天，最后对大罢免有什么要呼吁的吗？30秒来。首先我要讲，就是今天股票大跌300多点，明天可能更惨。我们大家呢都非常的担心，只有一个人老神在谈大团结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啊，他好像活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面，他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他只是民进党的总统，他是一个从上任第一天就没有一天在团结在野政党、团结全台湾的人，所以我觉得说，我非常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完全不注重这个国际形势，或者是注重这个国际民生的一个政府担心，还在搞大罢免所以我觉得拜托，我们的政府干点正事吧，哈。另外就是说，只剩下不到35天了，我们6月20号到7月25号，因为7月26号投票是35天，今天又过了3天了，只剩下32天了。国民党唯一的就是要提高投票率，我不认为国民党是要做仇恨动员，因为我认为爱与和平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国民党就是要团结的出来支持当时你投下一票的这些立法委员，当时他们拿多少的投票，多少的票数，现在就给他多少的不同意罢免票数，这是每一个立法委员跟国民党要召唤的，让国民党的蓝军归队，让反对绿军的人归队，所以我们要团结在野的力量，包括白的，包括橘的，包括新党的黄色，大家一起来支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让赖清德知道你的政治上的一种大罢免是错误的，你在分裂国家，你在害台湾，我们要救台湾，用爱与和平支持立法院稳定，国家稳定，反对大罢免。来，冠廷来。如果这些国民党的立委们有像秦姐论述如此清晰，然后可以感动人心，那就不会搞成今天这样。龙兴花园如果秦姐在上面，底下一定会这真的嘛？我举例，王宏威现在讲什么？哦，726大罢免前，我们要赶快通过这个发1万块。不，你把人民都当白差。你怎么不去年一上任的时候，你们赶快就通过？就是说，你现在一切就是为了要防止被罢掉。然后呢，一开始讲的都不怕大罢免，没有人罢掉我，你罢我1个，罢你5个，嚣张跋扈自己。然后现在突然转化成，我们赶快福国利民法案赶快过，然后希望大家不要罢他。其实就是因为大罢免，所以才让这一些不正常立委稍微正常了。可是如果大罢免失败，
这些立委马上又会变不正常，所以要让国会正常，要让立委正常，让台湾正常，还是要支持大罢免大成功。OK， 那这个算起来的话，大概就30几天了。30几天以后就是翻牌，到底第3阶段会怎么样？那至于国际之间的局势，真的值得我们大家的关注。未来呢，包括整体的国际，当然国内的大罢免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